那些花钱不够开心的人，通常情况下他们挣钱挣得也很痛苦。反过来也是一个道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秃。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夫。好，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难的第2期，终于要来了。因为第一期，我第一期真的我看了一下，我不知道咱们在讲什么。我看了好几遍，其实我觉得大晚上听的时候还蛮助眠的。我其实，所以我现在自己就在想，我们的节目就是我想让它逐渐开始有一些框架感，然后这一期呢，我们争取把话题再 focus 在一个小小的位置，那有固定的话题。对对，上次虽然感觉说在聊自我设限，但其实上次，有一点点像是。只是在自我反思，想聊了50多分钟，就剪20多分钟。但这次呢，我想比较有个框架。那我们这次呢，就是准备聊一下死亡这个话题。死亡，我觉得你应该在平常的你的咨询当中会很经常遇到。对，死亡焦虑嘛。对，因为前2天呢，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他就是非常认真的跟我讲说，就是小秃，你有死亡焦虑吗？其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我当时很想说你帮忙给我帮一下忙，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住他当时的情绪，所以我就那这个朋友平常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你会觉得他好像有一点点什么焦虑？我个人感觉，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这一期，但他平常如果他看了你就赚到了，好吗？对，因为小夫老师很贵的，对我很贵。他平常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对生活，你感觉他在朋友圈发了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努力的在生活，但是你知道他好像对生活其实是提不起来兴趣的啊。就是他在问你这个问题之前，其实你都觉得他好像他就是很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对，他就会很丧，就会我周围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会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我干嘛要活着，然后这个特别棒，你知道吗？就这样子的人往往会有死亡焦虑。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我跟爷爷奶奶在一块，爸妈也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吧。然后所以到我到青春期的，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每次看完鬼片之后都会做噩梦，而噩梦里面基本上不是关于鬼怪的东西，而是噩梦里面是很多这种恐怖的画面，但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我会特别孤单。那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你看似好像是在害怕死亡，但其实你害怕的更多的是死亡所非常好带来的。好，我升华了。死亡就是一个符号，在很多人的恐惧当中。有些人可能是害怕死亡，是因为孤单这个课题他没有解决。对对对，有些人是可能是别的。因为你跟我说这个时候，我想到他就是给我传达出来一种，就他虽然没有，但是他总给我传达出来好像这样一种气场，就让我觉得，就是有种蓝色的那个雾气一样在围着他，然后他过来的时候，他虽然笑，但我能感觉到他是那个氛围。你知道心理学上把死亡这个部分会怎么称？就是给他一个称谓吗？在本能上面，我们都会有生的本能，有死的本能。但是死的本能叫做攻击本能。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人不快乐了，他的攻击力量就会多，要么对外攻击，要么自己攻击自己。你说的这个有点像是那种，我这么来总结，就是死它不是我们，就是心理学上的死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结束，它更多的只是一种阴阳或者黑白那种平衡感。对对，它其实跟那个快乐的本能、生的本能是要形成一个循环的。所以它这个东西能联系起来吗？就比如说，他其实怕的不是死，他怕的是更多是那种孤单。就像你跟我说的，你这个朋友，我会感觉到这个朋友是不是本身就有扑面而来的攻击力量？我知道他其实在这个攻击不仅仅是就骂别人对外攻击也有可能是自己。对对对，他有的时候会。我感觉他就是，比如说会自责啊，对对对对，就是自责，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对对对，是，是，这些都是自我攻击啊。显然他的攻击力量是很多的，这也为什么他会老会被死亡这个课题缠绕着，因为他本来的死亡能量、攻击能量就很多。所以这个那些在生的能量上经常做很多事情、感知的很强烈的人。
他很少会想到人会死这件事儿的。我虽然也会想到，但是就是我自己其实是没有那么恐慌的。对，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没了，但是我的那种没感觉就是一种平静，就是 OK，我终于不用再去管我赚多少钱这种事情了，就是而不是说哎完了，就是我要变成就是孤单一个人了，或者说是好像一切变虚无了，就我不会有这种感觉。对，因为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上海就是你别看上海很多人好像把自己搞得很忙碌，那是不是应该完成了自己的生命任务啊？有很多人没有，就真的没有，就我周围就真的就是你看他再忙，他好像赚再多钱，他未必他觉得已经完成了他的。你知道还有一波人非常可怜，就是我这么讲可能真的是我有共情到他们，就是有一些人他的死亡焦虑很重，他为什么那么重？就这个人从小到大可能在小的时候他的很多声音，他的很多需求愿景都不会被看到，这个家可能一直都在冷暴力的情况下，你知道吗？没有人问他的需求，更不会说我来帮你怎么样去实现它，他就会把自己很多的对生活的欲望都埋葬了，然后他就会经常觉得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就他没有走向自残自杀的道路，只是有死亡焦虑，我觉得都已经很棒。但是这种人难道不会就是说好像我既然我活着没有意义，我就不如我就心安理得去死。他没有，因为他可能有其他的品质在支撑着他，比如就是他那个家庭当中教育他来的，可能就是你要按部就班，所以你要那别人给你什么任务，让你就做什么任务，你到了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啊，他就是这么麻木的生活着，麻木的向前挪动着。就是我的生活该到了哪就那我去做什么，但是我做的时候没什么太高的快感，我的生的本能没有什么感觉。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你知道，就是有点像是我周围那些家庭条件还不错，然后家人都给他铺好了路，就说哎，你去个什么名校，我现在脑子已经开始有这个人了，已经开始有这个人了，就是真的是去好吗？对，不是当然不是你那个朋友，就是自己的学历还不错，然后呢，他们自己父母好像也有些会跟他说，哎，你可以做什么样的职业？这样太多了，在上海就是长得也可以，但你夸他没感觉，他的学历也不错，你夸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对，他的这个什么表达也不错，但你说哇，你这一点优点真棒哦，他也不是真心的开心。对，然后他所有跟外界的互动，包括自己的体验，都没有办法调动自己的快感。自己的感官上的愉悦感都没有。那像这种，你像比如说，我明知道做这件事会让我快乐，但是他们会有一些理由说，比如说我想辞职，我就不想做了，但是我为什么就不辞职？包括像是有一些很无理的要求啊，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那种你比如说领导1点多给他发消息要做东西，然后他就会就是很难受，就是做起来还要做。他说那有什么办法？我要说这个东西你完全明天可以再回他。你知道吗？他的问题在于我辞职，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让我快乐。是他就会觉得他就觉得我工作就是我在为别人在工作。这种在为自己快乐。成就自己快乐、满足自己快乐的这个能力等级上面，它其实是很低的。就是我为了当下的某一个小快乐，我就立马去斩断了一个东西，或者让自己失去了一个身份、失去了一个关系、一个工作。接着你干嘛呢？你对你接着怎么样能保证你快乐来了？难道只是爽感就在于我辞职那一瞬间吗？那接着你就陷入无尽的焦虑，你这样也对自己的快乐很不负责任。但你问他喜欢什么，他就会非常简单的跟你说啊，我喜欢男人，我喜欢钱。我真的觉得他如果要这么讲的话，小秃，我要辞职啊，我已经为今天我辞职，我已经攒了30万，然后我特别想要去不同的国家去体验，这30万我已经攒到了，我今天终于要辞职了。那一刻我会觉得他辞职了他也爽，然后后面也会更爽，你知道吗？他还蛮对自己的快乐负责的。那你像这种，你问他其实是不知道他自己，对他没有下面的东西，这种人也会经常有这种焦虑。然后你像这种，我其实没有办法去帮他，我现在就很想问，就是你遇到这种或者说是大家遇到这种，他怎么可以？这个心理学上面就是他没找到自己，他的自我认同感出现了问题。所以你建议他们怎么样？他要做咨询啊。那个软广的感觉。我不是，因为你自己可能是无力做到的。当下你知道有很多自我认同上面出了问题的人，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他跟自己同性父母之间就没有很好的互动和发展的。确实是没有。对，我没有跟我自己的同性父母之间有经
经过俄狄浦斯期这个阶段的完善的过渡。好，我想把你的学术再往下降一降。OK， 这个俄狄浦斯期就是他的认同期。所以其实现在我遇到这种朋友我蛮累，就是我很想帮助他们，但我没办法帮助，因为感觉你陷入到一个死循环。你问他就是怎么样才能快乐，他说钱。但是钱他自己也，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说想要钱，他只是不知道要什么，他就会选一个他认为好像在大家看起来解决他大部分问题的一个度量衡嘛。是钱，对你要说他缺钱吗？他真的不缺钱。要是缺了什么，他也不缺。他只是就是觉得，因为他就是那种获得钱之后，他就会把它毫无快感的花掉，然后呢，他获得男人之后，他就会把这个男人抛弃掉，就他没有去享受这件事儿。你比如说如果我说，哎，我想要一个什么东西，我拿到之后我会开心，那他就是好像一种我拿到本身就是我的目的，而不是在于我要拿这个东西开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所以我感受到他没有成长，就是他没有成长性的去发展一件事情。就我做这个事情，我只去做了，我做了之后后面会发生什么我不管，我也不知道。就蛮死亡气息的。是我周围这种还蛮多的。对，就做了就结束了，后面我也不管了。OK， 但是这个节目因为终要结束，所以说我还是得你得给我个解决方法。就是你不要跟我说就找我做咨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有些人其实他没有这个能力去。那解决方法，我们回到就说一些简单的或者说对，关于死亡焦虑，就是那个降低自己死亡焦虑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觉得面对死亡这个部分，我们要知道，死亡有时候它就不是一个说只是生命的终结而已，它可能对应的是来检验一下我们是不是活得够好、够快乐啊。所以呢，如果你要降低你死亡焦虑的话，其实你要让自己在快乐这个部分上，不管是感官上的，比如嘴巴、眼睛、鼻子身体互动，或者是这些，然后。妈呀，这个我没事，我可以把它剪掉啊。就这些部分，你能充分的让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心理、精神都能感觉到愉悦感，这些部分你们去多做了之后呢，你的那个死亡的能量就会很少。说实话，你本身就不太会容易有那个倾向，就是我要去焦虑去死这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OK， 我刚好我就是临时插话，比如说你刚才讲到。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完，有打他吗？就是当别人在讲一段没有我打断的时候，我一定要那个这个地方要插，因为不然一会儿我怕忘记。就是他们会进入到一个循环，说为什么能专注的停在我讲的东西里面，自己脑子里面还要在那里思考？没有，因为我都听不下去了。我觉得这个节目我剪出来2-3个点，大家应该也听不下去。那你想要方法论可能就是比较无聊的。我说一句比较能，没有，我知道能剪进去的就是。不快乐的人就是会想死，你就是会想攻击，要么攻击别人，要么攻击自己，让自己快乐起来。我觉得这个标题就叫就是死亡能量冒号不快乐的人就是想死。对啊，然后这个节目上不去了。对，因为很多人会跟我就讲，就快乐需要钱的，我没钱。他怪钱了是吗？对，他会怪钱，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个所有的结论都怪到钱上面，就是怪到大环境，怪到钱，怪到所有的东西，反正就不怪自己。你知道吗？他们最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的是，对，就是他们让我觉得特别的有 bug 的地方，我 OK 的，就是我不 OK。你继续，就是他说这个钱，他挣钱花钱有开心吗？他真的挣到钱的时候，他真的很喜悦吗？还是挣到之后就觉得也不过如此？他说我就要钱，什么都把钱就当做背锅侠，他跟钱的关系其实也不怎么好，我觉得这就是很 bug 的地方。是他跟钱的关系确实不怎么好，对吧？你知道真正觉得跟钱之间关系能互动的很好，并且人家也能靠钱得到快乐的人，哇，那真的是人家钱会挣得越来越多，而且他也会花的，就是很有用处，分配的很合理，他不会因为金钱而苦恼而焦虑的。那些花钱不够开心的人，通常情况下他们挣钱挣得也很痛苦。反过来也是一个道理。好了，第2条，我觉得这还比较没有我觉得今天晚上我蛮收获的。这一句，这是我这一条让我觉得就是已经够了。我跟你讲吧，第2条，我觉得挺好的，刚才那一条。
你来调动一下我的这种，不是调动一下，因为我甚至都觉得你要告诉我小夫这么讲没人听，然后我就会有激情。因为刚才第一条更接地气的话，你第一条听完之后，我就想说你这条就剪掉那个。没有，我不需要剪，但我就想说第一条我都不想听，所以我就说我要插断一下，因为你就那些东西这样还好吗？这样能不能听得进去？这样 OK，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实用，我比较想听大实话。就不要跟我讲那种什么他没有个相处好叫俄狄浦斯期，对，就是也是我要成长的，就是我要跟你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就是我不希望自己经常是心理讲师、心理老师，真的，他们就这个东西，我维持这个身份太久了，我很想生活化。对，生活化就是真的，如果你不够快乐的话，说实话，很有可能你就是我下一个来访者。OK， 你要花大钱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刚才有第一条，我已经觉得就是第二、第三都无所谓。你本来想说3条吗？我觉得流动就是我可能会想到哪一点就讲到一点，但这一点是我真的在现实当中，希望大家真的你做到了，你就会远离死亡焦虑的，真的。是我就是你不为别人而活，你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的价值是快乐的，是什么，对吧？就哪怕不够快乐，但你非常清晰。你像小秃，他经常会告诉我小夫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哇，你会看见他为自己当下的生活忙碌着。就是虽然是有点瞎嘛，也没有对，虽然有点瞎嘛，但是人家真的在我觉得体验，对，增加这种很多的体验，这些体验并不是为了别人，不是说对，是，他是为了他自己，你知道吗？这个不叫自私哦。人生你永远是你这辈子你自己的最好的朋友，最应该亲近的人。如果你都不能为你自己去做这个事情的话，真的谁有这个义务要帮你做？父母吗？就大家真的信我们的父母真的是无条件的接纳和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吗？我不是下一期，我之后可能会讲这个，我就想就讲出来，就是说就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爱自己。对，我不觉得这个很自私，就是我为我为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它。这是一件天经地义，并且可以让你远离死亡焦虑的事。我听完我已经在开心了，挺好的，我已经在开心。好了，我今天我已经疗愈了，所以这就是这个节目对，虽然的意义就是来疗愈小兔。对，我为了自己，你知道吗？就是他来骗我来搞一个什么节目，其实是来让我给他做免费的心理咨询。I got it，我知道了。没有啦，为了你的成长啊。我也在给你做咨询，但你看，我也知道我做这个事情是我想做的。对，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为自己去努力做那个事情，真的在别人眼里面有时候很累、很无聊，或者说很花时间的时候，但我们自己开心啊。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主要就是享受。做了那么多事情，我们有那个空焦虑死亡吗？真的是，死亡应该焦虑，这个人怎么还不来？对，因为我最开始我跟你做，我就觉得是我要把这个，我跟你聊天很开心，我就想把这个快乐传出去。我其实更多的是这个。今天在这个部分已经把你想要的都得到了。对，我今天已经把我想要的部分已经都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叫什么免费的心理咨询课已经白嫖到了，我觉得挺好。我不是主角，我们2个人是主角。我觉得这是小秃对，跟我一起去发散而来的，就是流动出来的一些内容。我自己本身之前并没有想过。对，是，我觉得还行。但那个，反正这第2期了，如果要有人看的话，你们也可以就是随便在下面评论一下，对，随便评论一下，就是天马行空都可以。我们可以从那个地方就是获取一些小小的灵感，就比如说你那天给我发的那些个素材，我每一次的题目其实蛮想走进大家，而不是只是我们自己想。对，但是我又想把这个题目拔高一点。你问小多老师希望我们的这个深度，对他这个内容是大家都想听的，并且你们听了一定对你们有价值、有帮助的。它就不是说我们随便从哪一个学术大纲里面找出来的标题，或者从小红书上里面找出来的，对，而是希望从你们的声音当中找出来的。对，就是从他做一个切入点，但是我们尽量把它聊深，我们不想聊那种很浅的，说那个。今天聊的还可以吧？今天聊这个 OK， 我觉得这个死亡这个其实看起来挺深，但其实我们能把它聊的比较浅的。然后还是欢快的。对，我觉得没有那么沉重，因为今天这个词刚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沉重。没关系，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到时候可以聊一些，因为我不想聊太无趣的，像类似于男朋友就是分开，就是分手了，我现在就是很难过，我就怎么办？就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如果要带给大家快乐的话，很希望
没有，就到时候我可能我到时候到时候我可能我就会把这个东西拔高的，就我们真的需要男朋友这种东西嘛。对，我这个是我的工作，就是我会把它上升到一个尽量社会学一点的角度来，然后这样子我们能稍微有一些的互补在里面。OK， 我们这次呢就希望我们的第2期能够给这个说一些个叫什么，希望有一个祝福语吧。我是希望这个第2期的这个浏览量能够破400。这个目标没有不低，可以自行完成。我把你的这个视频发在我们的员工群众啊，那不是那我就要这个单独再考核了啊，没关系。好了，那我们会越做越好的，因为大家的互动跟大家的喜欢和点赞。对我现在很怕录完之后这上面就咔咔咔的响，没关系，就这样吧。啊，好，我们下次再慢慢调一调，我们先试一试。那下期什么节目，到时候我再看一看好了，争取我们1周1更。OK，好了，订阅记得订阅，拜拜。非常好，这次没有浪费多少时间，能看得到吗？